日本把琉球视为日本领土并实施管辖是非法的。美国私自将琉球的行政权交给日本也是非法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富强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越来越嚣张反华的日本给了我们统一的新思路，收回琉球。中国的统一大业其基本含义已经从台海两岸统一扩展到了完全统一。那么我们可否考虑把收回琉球也作为完全统一的内容呢？之前的日本政府主要是把中日矛盾放在争夺钓鱼岛上，但今天的日本已经全面跟随甚至引导美国全面对抗中国，阻止台海两岸统一，打压中国科技和经济。中日关系进入两国1972年建交以来的最糟糕时期。从小泉纯一郎开始，到安倍晋三，再到菅义伟，直到现在的岸田文雄，都是一个比一个反华，一个比一个更有野心。越来越嚣张反华的日本反而给了我们实现两岸统一的新思路。如果琉球脱离日本重新独立并加入中国，那么我们对台湾也许就无需采取强制手段实现回归了，就能真的实现和平统一。是的，这或许是我们和平统一的最佳方式，避免了同根相间的问题，还最大化地实现了完全统一的目标，并极大地改善我国的西太平洋地区安全态势。琉球群岛自古就存在琉球王国，隋唐时期就与中国有了密切联系，明朝开始成为中国的藩属国，直到清朝时期，哪怕是日本侵略了琉球国，其管辖权依然还属于大清王朝，直到甲午战争，大清朝战败，失去了台湾不说，还一道失去了对琉球群岛的管辖权。但日本哪怕是在1879年推翻琉球王国政权，宣布废琉制宪，也没有正式宣布过琉球属于日本的领土。1945年，美国调动50多万大军，发动了琉球群岛中的冲绳岛战役，彻底消灭了日本最后的海上和空中力量，为盟军彻底打败日本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。美军占领琉球群岛后，美国就成了琉球的托管国。在德国于1945年5月7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，7月26日，苏联、美国、英国首脑在德国柏林近郊的波茨坦开会，发表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，简称波茨坦宣言或波茨坦公告。这个公告明确了日本投降的相关事宜，并规定了日本的领土只限于本州、北海道、九州4国及由盟国指定的岛屿。这足以说明琉球过去和现在都不属于日本。但没想到，美国后来出于地缘战略等方面的考虑，竟然在1972年私自将琉球群岛的行政权交给了日本政府，琉球群岛逐渐就被默认为日本领土了。因此，日本把琉球视为日本领土并实施管辖是非法的。美国私自将琉球的行政权交给日本也是非法的。琉球有脱离日本、恢复独立地位的合法理由，也有加入中国的合法理由。而琉球被日本和美国占领管辖后，当地民众依然一直呼吁独立，独立运动此消彼长。每一年的好几个当地节日纪念活动都是典型的中式风格，包括传统的建筑物、服装、用具和程序等等，无一不是传统的中国元素。这些历史和文化元素足以证明琉球本应属于中国。现在面对美日对台湾乃至全中国的野心，我们是时候重提琉球主权的问题了。第一步就是支持琉球的独立运动，只要琉球重新独立，一切都好办了。如果独立出来的琉球愿意重新加入中国，那么台湾面对这样的局面，或许不需要大陆以武力方式收回，就能避免同室操戈、斗旗相间。不管此事最终能成与否，都能沉重打击美日的嚣张气焰，争取外交主动，或许还能将美军从驻扎琉球的军事基地驱逐出去，这样就能打断美日共同构筑和维护了几十年的第一岛链，
极大的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